好，欢迎收看四姨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。姨太认为人气也是一个人实力的反应，一定是有人听了他的歌，然后被感动过，才会去关注这个人。一个歌手一定要有技术，还要有特色，不然很快就会被淹没。如果你不喜欢，只能说他的风格不对你的味儿而已。就像每个人总有一样不喜欢吃的东西，但绝对不是这样东西本身的错。2020年，华晨宇强势回归，成为歌手当打之年的首发歌手，被其他歌手和节目组封为大魔王。大魔王歌手绝非浪得虚名，而是有据可查。当然华晨宇因为音乐结构模式化被人诟病千篇一律，被人评价风格单一，演唱形式大同小异。前面都是浅吟低唱，然后下一段是说唱，接下来就是撕裂唱腔。实际上仔细品华晨宇的音乐，他从来不被这些框架恶评给困住，自由且多元创新，坚持做自己想做的音乐，是他作为音乐人的追求。单看歌手当打之年华晨宇的表现，就能发现这2年来，不管是心态还是理念，还是对世界的一些看法，华晨宇都有了很大的成长。在他的原创中，华晨宇加入了很多独立的深度思考，传递出深刻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观。华晨宇第一场以原创歌曲《寒鸦少年》霸气自信称王，演绎方式时而热血沸腾，时而感动温暖，时而撕裂肺腑，层次分明。这首歌最灵光的一个瞬间是，当华晨宇走过去手捧那束光，柔声细语吟唱着最难是把自己驯服，想哭时不如停住，倒流的泪会变得坚固。灯光照在他举起的手上，一瞬间世界好像都随着那束光在旋转，瞬间把听众带入热泪盈眶的心境。然后突然大转折，迎来了歌曲的爆发，仿佛人在饱受挫折经历黑暗之后，迎来了光明和希望，情绪也从刚刚的伤感共鸣再次转入激昂和鼓舞中。第二场以原创歌曲《斗牛》毫无悬念地获得公认的第1名，并且大家记住了 more， 还记住了这个词的旋律，这就是斗牛的经典所在，耳熟能详的 more。 这首歌最动人之处是华晨宇想表达的主题，性向善才是人类最后的胜算，只有人类和大自然和谐共处，地球才能越稳定。人类一定要善良，不是要征服自然征服宇宙，而是学会和大自然和睦相处，用极高的音调变换着音符，每一个字都燃烧着心底的血色，这是华晨宇这首歌最大的特点。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，是华晨宇特别为疫情阶段而作，一开嗓便让人起鸡皮疙瘩。最用心的设计是结尾处众多明星们的念白，催人泪下，大家感同身受。所有人此刻都有共同的心愿，希望疫情尽快结束，生活再次回归正常。我已经哭花了屏幕，歌词写得情真意切，旋律中带着胜利的曙光，非常正能量。当所有人都在告诉你世界有多黑暗时，华晨宇选择告诉你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美好。他告诉你，美好的都会在黑暗之后出现，一切的星海都会为你而来。特别是歌曲后面一句句触动人心的话，在现实生活中给了不少人相信春天将会来到的信念。这就是一首好歌曲存在的意义，我们都要相信惊喜会在裂缝中结果。第4首《荒野魂斗罗》中，兄弟之情比天高，用一种极简的方式去隔着屏幕传递歌曲。这种尝试采取用自己原有歌曲改编的方式，请来左立伴奏，意图倒是明确，都可以看出他的表演思维依旧是努力尽可能的传达歌曲情感，在特殊前提下进行尽可能的模式创新。这种创新带来的特异刺激感，才是华晨宇真正珍贵及强悍的地方。第5首《我们》唱给错失的爱情，这是一首华晨宇说一生只能唱1次的歌。华晨宇曾在节目中透露出自己爱慕的女孩，并且很多年了都没有忘记，这也是他选择在这个舞台唱这首歌的原因吧。歌词中有一句最能戳中听众的心，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，大概就是每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内心深处最透彻的理解吧。他赋予了这首歌不一样的感觉，懂得利用自身的优势，把一首歌唱到完美，把一个人爱到极致。第6首《神树》关于大自然和灾难，第7首《降临》是生命。花花这2期的选曲很贴合目前的现实，特殊情况下，人们的生命安全面临着巨大威胁，但只要有一线生机，我们都不会放弃。神树。
时间慢慢过去，危机终将解除，人类又一次迎来春天，万物生机勃勃降临。这2首歌非常有意义，而且听着也很震撼，悠远古朴，那种磅礴之气好像就打在脸上。天时地利人和，神树是在描述末日的悲凉和冲破恐惧、荒芜的希望，降临就是冲破后的涅槃重生，一切归零，世界被重新创造，没有国界，没有等级，甚至没有善恶，在世间撒下了一粒种，等待着它生根发芽。服装上一黑一白，黎明前和日出后；情绪上一阴一阳，泯灭时和待重生。服饰上一把锁一把钥匙，末日后开启的希望。现场真的不简单，从造型到服装，从唱法到演绎，从眼神到动作，从情绪到表达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歌曲服务的。当你从看到舞台上的他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已经进入到他的故事里了。第8期新世界，华晨宇带来了他出道第5年的里程碑作品《新世界》。星星点点的旋律和神仙般绝美的和声相融相契，在理性与情感并存的音色里铺下一层大气磅礴的画卷，伴随着前期娓娓而来的呢喃和迷幻滚动响起的旋律渲染而起，歌声仿佛点燃的火柴，划破了沉睡的天际，用音乐燃烧出一段浑然天成的新乾坤。从2013年的青葱少年到2020年的实力歌手，不论是鸟巢连开第1人，还是台湾5大唱片年榜第1，华晨宇早就成为很多人认为超凡的存在。这首原创新世界也正是超凡平常的山巅的声音。一直都觉得华晨宇真的是一个很有现代意识的歌手。之前《明日之子》第3季，华晨宇明确提到了他认为一个歌手需要做到别人难以取代的独特性，并且人声仅仅是整个音乐作品里一个发声元素而已。整个音乐作品带来的综合观感远比单纯演唱本身要重要得多。所以那些到今天还在批判华晨宇高音太撕裂、音色太难听的观众们，你们从一开始就错了。他从来没有想要给你们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悦耳的音乐艺术，他做的是那种令你震惊的音乐艺术。每一次站在舞台上，华晨宇对音乐都保持着最大的敬畏。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，华晨宇成长之路可望不可得。从一个不起眼甚至要被淘汰的怪宅男到重塑自我，成为流行音乐新星的过程，对于华晨宇来讲是必然的，因为你很难在歌坛中再找到这么一位奇怪人格魅力的偶像。现在的很多行业里都缺乏一种认真的精神，华晨宇就是一个认真的人。他可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每天只吃泡面，但是必须要写好一首歌，唱好一首歌，潜心研究音乐的同时，有人觉得他好像把自己与音乐融为了不可分割的一体，就好像是一个音乐疯子。可华晨宇却说过，音乐并不是他生命的全部，生命还有很多其他的乐趣。一旦碰上了音乐，华晨宇就认真地融入到音乐世界里，因为这是他的职业和使命，也是之前说的认真。认真是华晨宇有别于其他歌手的地方，保持认真的态度与对音乐的尊敬，让华晨宇在歌坛7年内与时俱进，不断的提升原创歌曲的质量与演唱水平。从之前华晨宇给出的答案可以看出，华晨宇是个非常通透的人。正如有的人评价华晨宇说，他是个有着大智慧和大爱的人。华晨宇与很多明星不一样，华晨宇并不是要故意装成傻白甜的形象，我要理解这是他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。在寻求认真与形象的偏差中，华晨宇找到了另外一种沉浸自我的平衡方式。华晨宇在歌手里选的歌与那年快男的选歌不太一样。那年在快乐男声，华晨宇的选歌如果说是在确立自己音乐人格，而华晨宇在歌手里的选歌更像是在告诉观众，他这几年一直在进步，在一条幽暗的路里，他找到了那条最适合自己的幻象世界。在华晨宇的幻想世界里，有追求自我、忠于自我、投入自我的梦。仅仅2年后，华晨宇又回来了。歌手当打之年里的当打之年是最适合形容华晨宇的目前状态。那些隐没了所有聚光灯与掌声的人生的华晨宇，如果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人，而在竞技类音乐舞台上，这个年龄的华晨宇就是音乐国度里最具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缔造者。一泰认为是舞台让他走出自卑，看看节目就知道了。从开始介绍自己都羞羞答答，到后来充满自信的创作完成，并现场演唱了节目主题曲。对音乐的专注，坚持做好一件事情，并保持初心，这一点就值得歌迷们追随。
他的音乐魅力在于注重自我概念的表达，有着非常清晰的音乐人格，一旦 get 到就是死忠，唯一且绝无替代。名次不重要，歌声可以治愈人的心灵就好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